你好，阿姨，冰臼是在这边吗？哎，在下面。哦，在下面。我车是停在这里，还是要往下面开啊？停在这里，只能走路下去。哦，只能走路下去了。在这中间有一棵路。哦。一棵路下去。哦，背后有一条路，然后走下去就到了。哎，走下去，你走完全程有10几公里。全程有10几公里啊，这个冰臼。啊。就河面嘛。啊。哦，那它这个我看到那里有个水电站，它会不会放水呢？危不危险这样子？它要放水，它又拉警报。哦，它会拉警报，一拉警报就会响起哈。哎，响起来就。哦。响就你就不要再。就离开。哇，这个房子建得好漂亮，这围墙，你看。现在刚刚住的吗？不是到建设新农村了。哦，建设新农村。建得好漂亮啊，好有艺术感。谢谢你啊，阿姨。对，我兄弟。哦，你兄弟。你好，我看你这房子建得好漂亮啊。布依族。哦，这边都是布依族。对。哦，对哦，关岭县它是布依族自治县哈。哎呀，布依族苗族自治县。啊，布依族苗族自治县。这个也是你自己弄的吗？这个石头是我自己弄的。哦。它是弄上去，然后种了。哦，这是枣子啊。啊，枣子，这个枣子。你这自己种的吗？自己种的，这边这个。哇，这个好多。这个是红果开始开花，你看。哇，这个开花的红果。那来你这里的人还可以吃上水果了。对。现在带上半斤一起去徒步冰臼，你看给他带上了那个 GoPro 装置，待会到了冰臼那里呢，就可以拍摄他的视角了。哇，这绿油油的稻田。刚刚我在村里面看到的那个帅哥啊，他说沿着这条村里的这条水泥路往前走1-2公里，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冰臼了。现在跟半斤慢慢悠悠走过去了，这条路都是这样子的，泥路、烂路。这条路感觉刚开挖没多久啊，这个泥土都是湿的。你看，现在出大太阳了，好晒啊！哇，我已经看到了，好大一片这个冰臼的地貌啊！这个冰臼大大小小的石头怪石嶙峋在这里，上面还有各种各样子的形状的洞。这一块冰臼我就不下去了，我看看前面还有没有更漂亮的，往前继续徒步，把半径放开。现在这里没什么人了，哇，释放了它的洪荒之力啊！走到这个河道上面去看一下，这里前不久应该泄过洪，你看这个地面还是湿的。村民说这里泄洪的时候会拉警报，所以说现在还是安全的，只要它警报声没有响。哇，在这里野餐休息真好，有树荫。疯狂的半斤又在跳来跳去了，它已经下水了，半斤已经下水了。半斤好不好玩？哇，这个水好清澈啊！哎呦，哇，它身上瞬间就湿掉了，凉爽吧？啊，半斤。半斤下水玩了一下就累了。这天气真的太热了。这个关岭冰臼呢，它是位于关岭县的断桥镇，这里是距离黄果树瀑布大概有30公里的一个直线距离啊。关岭冰臼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冰臼，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是处于2座山的山底的这个峡谷底部，它是号称为呢被世人所遗忘的第4纪冰川遗迹。这里呢也是冰川作用后的一个产物啊，可以看得到它河面上这石头呢全部都是形状各异，怪石嶙峋，是很明显的一个侵蚀之后的一个地貌。为什么把这种地貌叫做冰臼呢？除了因为它是冰川直接作用之后的产物之外，还因为它像我们中国古代用来舂米的那种石臼啊，所以说就把它叫做冰臼了。这个面积十分的大呀，我现在航拍一下，高空俯瞰才看得出来这个形状的。
刚刚跟半斤在这里玩了一会儿，拍了一下航拍。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吧，半斤。我刚刚航拍所站的那一块石头啊，真的很像是一块正在融化的冰块，或者是正在融化的雪糕，因为它的表面那个棱角十分的光滑，可以想象千百万年之前这个冰川消融的时候，冰川里面所夹杂的细小的岩石的碎块，以及这个冰块不断的侵蚀这个河床，以至于呢才形成今天这一般我们所看到的模样，真的让人感叹于这个造物主的神奇以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我们还要往前走，走吧。出门的时候太急了，没有带到矿泉水，所以现在有点渴了，然后又忘记喷那个驱蚊水，所以手上叮的都是包。还好我擦了防晒霜。今天的太阳太猛了，好晒好晒啊！给半斤装上了 GoPro 了，看看拍出来什么效果。哇，这个深水潭太漂亮了，好想跳下去游泳啊！好晒啊，主要是真的太湿澈了。出门之前一直提醒自己要带水的，结果忘了。刚刚我航拍那个地方是走了1公里的，然后现在我又走了1公里，现在大概走到2公里的地方。我是沿着这条河流走的，然后河流上面全是那个冰臼的地貌，十分的漂亮，大大小小的各种洞啊，因为它里面灌满了水。就像是绿宝石一样，镶嵌在每一个洞里边，真的太壮观了。好多啊，掉的地上满满全是李子啊。为什么不摘了拿去卖呢？掉在地上多浪费啊！这李子树结了好多果子啊。这往前徒步的整条路啊，因为种满了李子，所以整条路飘的都是那个李子发酵之后的那个果酒的那个味道，好香啊！就是我喝的那个梅子酒，他们就是这股味道。半斤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哎呦，突然窜出来。这小子，他现在到处乱窜，悠哉得很，已经走到头了，前面没有路了。那个村民告诉我啊，如果走到了这个泥路的尽头，然后走下河床，再往前走500米。就能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观，冰臼的景观。但是他跟我说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上面那个水坝它会泄洪的。就如果听到警报响彻天空，就一定要离开河床。半斤下来吧，走，我们去探险冒险。哇，这个河床好多洞啊，被那个冰川塑造成各种形状。太神奇了！哇，这里还能走吗？哈哈，半斤跟过来了。你看，你刚刚掉下水里面去了吧？全身都湿了你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河床，感觉是不是被打磨过一样？这个就是冰川直接作用的结果了，太美了！石头上面一条条弧线，把整个河床上面的石头勾勒出很漂亮的形状。走吧，半斤，走。别下去，那里，在这里飞一下无人机，把无人机飞下去，我就不走下去了。这个河床太难走了，主要是这边河流比较多了，要跳着石头走，我就不走了，我怕摔到水里面去。
已经航拍完了，现在准备跟半斤打道回府。我看看前面有没有合适的地方，跟半斤下河泡个澡，因为真的是太热了，而且我这2天睡在车上没有洗澡。哇，半斤好兴奋啊，知道要回去了，兴奋的要死。哇！我从下午的1点半走到现在5点半，走了整整4个小时，走了大概有6、7公里吧，往这个河道下面走。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太阳快下山了，感觉整个人好热好热啊，全身在冒汗。哇，这个地上好多李子捡了，捡1、2个，待会儿洗一下吃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乌龟的半斤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。